感谢大家来参加这次职场妈妈的苦与乐，探究女性职业的成长与突破。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的嘉宾。我们这次的嘉宾有 Jessie 和甜甜，请Jessie 先介绍一下自己。Hello，大家好，我是 Jessie，我现在是 JP Morgan Chase 的 Senior Product Designer，我是 Peter 的同事。就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吧。我之前呢也有在一些别的公司，比如 Roku、雅虎或者一些比较小的 startup 工作过，B2B、B2C 的产品呢也都设计过。我其实呢是一个从software engineer 转行成为product designer 的一个设计师，因为我的本科其实是 computer engineering，然后我研究生读的是 information management。工作之余，我是一对双胞胎男孩的妈妈，然后我家小孩现在是2岁半，so two times terrible two。同时我们家还有2只猫，所以今天这个话题我非常感兴趣来 share 我的经历。谢谢 Jessie 的介绍。大家好，我是甜甜，可能很多朋友已经认识了。我的话，我现在是在 Arlo 做 Senior Product Designer，是做的是 Smart Home 这个类别的产品。所以如果你家里要购买什么智能家电产品啊，也可以找我来要一些内部的这种打折之类的。我平时就是在小红书，然后就分享。其实我最开始就是当妈妈，然后我又有跳槽啊什么，就分享了很多职场跟家庭的这种东西。所以我觉得我分享内容的核心，可能也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个核心。但我可能更多时候是单打独斗，所以今天特别的期待跟 Jessie 以及在座的是妈妈想当妈妈、爸爸想当爸爸的朋友们呢，一起来做一些分享。谢谢甜甜跟 Jessie。那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米娅，现在是一名 Product Designer，我刚刚硕士毕业，然后我之前在国内也做过 PM，我目前呢是跟 Peter、甜甜、Francis 他们一起做这个星野的创业。我也有一个自己的小公司，是叫 Petizen，自己在做一些宠物寄养或者是宠物摄影之类的服务。因为我之前是 UGG 的 founder，然后就是我们的 UGG 转换成了星野女生宿舍，现在属于星野旗下的一个女性的板块。因为我知道之前在做 UGG 的时候，很多小伙伴就会过来跟我说我们的群聊的那个环境很好，觉得很安全，都是女性，可以聊一些有的没的话题，然后不用担心会被别人加好友啊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开心，就是能帮助到大家。下面把时间就交给 JC 和甜甜。我补充一句，就是非常欢迎米娅还有所有的女性的 member 加入到我们星野。我们也是希望星野能够提供一个平台，让大家共同去成长，能够找到自己一起的小伙伴，共同前行。我也非常开心，我们能够有这个关注女性的板块加入在星野，我们也会持续的去做一些专属的一些活动，针对女生宿舍这么一个板块。所以很欢迎大家，然后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社区的一些活动里面来。然后呢，就把时间交给甜甜和 Jessie。好的，感谢 Peter。因为我知道 Jessie 你有一对双胞胎男孩，我自己只有一个孩子，我就在想，至少我 picture 他，我会觉得是个 double 的 workload，就比较好奇，当你刚成为妈妈，或者说你在成为妈妈之前，或者是你现在已经2年多的这些阶段里啊，比如说你要面对有可能想要跳槽，或者是你想准备升职之类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计划变化的时候，你会怎么做？你会觉得把孩子考虑进去是一个特别大的因素吗？它会很容易去左右你的决定吗？ Short answer 就是肯定是会的。我其实也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历，因为我去年年底经历了被我上一家公司裁员，然后不得不面临一个重新做职业规划的这个阶段。我其实当时我的心路历程还非常的痛苦啊，觉得不甘心啊，到最后觉得很 stressful 呀。我是经历过转行，而且我当时那个时间还挺蛮敏感，就孩子很小，大概就是我孩子可能2、3个月大，我产后2、3个月，
我就开始上一些转行各种各样的课。然后我后来拿到 offer 是在我儿子7个月大，我现在就记得很清楚这个时间线，因为我觉得就其实真的是很难的。比如说我下一次我的人生阶段再要经历跳槽，或者是可能不太会转行了，但类似于跳槽这种重大的事情的话，我觉得一定是会把孩子这个安排考虑进去。就很像我举一个大家可能可以 relate 的一个例子，比如说你有狗狗，然后你可能比如说感恩节、圣诞节你要去旅行回国，那你很有可能你就要把狗狗送到比如像米娅这样的寄养公司里，你就要考虑，哎，我要提前去计划，也许我提前把它送去会不会有好的 deal 啊，就是类似于这样的。那我觉得孩子就更是如此了。第二个我还没有问 Jessie， 但一会儿也想听他的想法的问题，就是你跟你的另一半，你们是怎么合作的？我觉得说到这一块，就要离不开一个词，就是平衡。我觉得可能女性就离不开这个词，很常会被问到啊，你怎么平衡？我之前的答复是说，你是要取舍。我觉得取舍是一方面啊，但我觉得取舍前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平衡。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就是当然我的设定是你一定是有一个 partner 的基础上，那你有另一半的话，你们俩决定有这样一个家庭的情况，有孩子，我觉得平衡是两个人的事情，就是不可能总是让一个人，尤其是女性来平衡。那说到这个，我就是觉得那做好沟通，其实这个沟通啊，这个大家可能可以有一点建议，就是就像好比你要养一个宠物，那要养孩子之前也是，就是你要跟可能跟你会有这样下一个阶段的人，我觉得这个事情一定要提前沟通。那这个就有很像什么呢？很像你在职场中，如果你想要升职，也要尽早的跟老板提这个事情，让他知道你有这样一个计划，然后你们就可以开始聊哦，如果这个事情发生了，会有孩子的话，我们会怎么样的分工，怎么样实现所谓的平衡。第一个就是可能就是思维上的一个转变，就是说你不仅仅是有小孩，就包括说你组建了家庭，你结了婚之后，你就会从一个人变成一个 teamwork。就是在你在做 planning 的时候，你需要考虑你的 partner。比如说像我们家，就像我去年的情况呢，我当时被裁员之后，我确实很 stressful，但是我跟我的 partner，我们俩一起 plan 了一下我们家的一个 financial 的情况，然后呢，大概估了一下，说大概还有多少钱，能不能养起小孩，大概能支撑我不找工作多久，就发现说其实也没有那么 stressful。我觉得一个 teamwork 能带给你很大的安全感。就是能让你觉得说你其实有一个人在后面 support。换一个角度来说呢，这个思维上的转变从 individual 到 teamwork 之后呢，主要的转变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说 planning 上，就是我刚刚提到说有好的也有坏的。比如说好的呢，就是像遇到我这样的情况，那其实我觉得其实挺好的。不那么好的呢，就是作为一个妈妈，就是作为一个家庭中的女性，需要承担生育的任务的话，那比如说你们俩决定要小孩，那确实会对你的职业发展会或多或少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就这个是 compromise 和 trade off 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觉得就是说，teamwork 就是需要你跟你 partner 多去聊，比如说你的 career goal 是什么，你现在的 priority 是什么，你 partner 的 career goal 是什么，你 partner priority 是什么，你们这几年谁多花一点时间在家里面，谁多花一点时间在工作上，因为毕竟也是需要有人去挣钱养家的。那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大家不要觉得说你生了小孩，或者是你当了妈妈之后，你的 career就 over 了。不是的，我觉得可能说你现在有了小孩，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小孩小的话，他可能会让你的 career path 会有点 delay。就开个玩笑，就是说，比如说别人是2年升 senior，3年升 principal，那我可能需要花7、8年才能做到，但它不意味着说你的 career goal won't happen。就是说，我们需要让自己接受一点，就是说，你可能，比如说你的一些跟你同时毕业的同学 peers，他们可能会 promote 很快，他们去了很好的公司，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因为你现在你的重点可能并不是在你的 career 上面，等你的小孩大一点之后，那其实这些都会来的，就是我们需要有个这样的 mindset。而且毕竟就是说小孩子嘛，像龙应台之前说那个，我当时看他书都看哭了，就是说小孩子其实就是跟你一个渐行渐远的过程，就是你一旦决定要小孩了，真的一路上都在目送他们
和你越来越远。那其实我觉得小孩子最依赖你的就是这么几年，那这几年我就想多陪一陪他们。第一个方面是 planning 上的变化，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说，这可能每个家庭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你们怎么样和你 partner 更 smart 的去 plan 你们家的一些计划，organize 你们家的一些工作。就比如说你的优势是什么，你 partner 的优势是什么？我觉得毕竟是 teamwork 嘛，就我们知道说谁的优势是，比如我的优势是我比较喜欢照顾小孩，然后我 partner 的优势呢，可能是他比较喜欢搞钱，那我们家就分工，你负责去炒股赚钱，那我就负责去弄我小孩的各种东西。大家感兴趣做什么，你比较擅长做什么，这个都是可以跟 partner 一起去沟通，一起去合作的。这样的话，就可能就会有一个1+1大于2的效果。不然的话，很多妈妈就会觉得说，家里的大大小小的所有的琐事都是自己在扛，然后自己又在上班，就会觉得很累，会很 burn out。但其实我觉得家里的事情，包括育儿的东西，其实是可以让自己的 partner 一起参与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我和我老公会用的一个 strategy，就是我们每天晚上会开一个小 think up，把我们第二天的 to do list 写到家里的白板上，就 literally 是写到家里最显眼的一个白板上，然后谁做什么会打上记号。我们第二天早上起来就知道 ，OK， 我第一个会是8点钟开始，他10点钟需要带小孩去看牙，就这样，就大家就很清楚自己的分工，但是你可以按照自己的 pace 来，你不一定说你第二天一定要完成，我们也没有什么 hard deadline，但大家就比较 clear， 就不会有这种吵架啊什么，就说哎你怎么没有做这个事情啊，或者你怎么这个事情怎么样，就这样的话，就每天晚上大概15分钟 think up 一下就行了。不知道甜甜有没有什么补充的？哦，我特别有共鸣。我觉得听你讲完，你就是一个温柔且聪明的妈妈。然后你提到一点说，你跟 partner 合作就是要利用每个人的优势。这点我有共鸣的点就在于，我们家其实是一个非典型性带娃家庭，就是我是那个粗心的人，所以一般可能大家觉得哦，妈妈可能是更善于去照顾孩子。我们家呢，我不是那个人啊，我老公他是，所以我觉得你说发挥个人优势这点，我就是觉得确实是这样。比如说照顾孩子需要很细心的，举个小例子，剪手指甲、剪脚指甲，我从来没有剪过，因为我粗心，我觉得我剪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产生，所以我老公就来干这个事情。虽然这不是一个非典型的一个分工，那我的话呢，比如说我就是社交可能是我喜欢也擅长干的事儿，我就很喜欢带我儿子去公园玩，然后他就去跑就好了，我就可以跟他一起玩，或者是干一些吸收一下新鲜空气啊之类的，就这样的一些分工，我觉得效果是1+1是有大于2的。还有下一个问题呢，也是非常好奇，跟我们女性职场是相关性很强的，就是 Jessie，你认为咱们女性或者说已经成为妈妈的女性，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行业里吧，或者是在湾区这里就是 tech 方面的，你觉得我们有什么样的独特的价值？或者你可以分享你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遇到哪些女性的领导，你觉得可能正是因为她的性别的原因，让她变得更有优势？其实我个人觉得 product design 是一个蛮适合女性去的行业，但是这不是什么 bias，因为在场也有很多男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观察，就是我经历了这么几家公司，大厂、小厂、中厂都有。我其实个人觉得呢，产品设计其实女生占比还蛮多的，相比其他 tech 的一些工，比如说 engineering 啊什么的，我觉得 product design 里面的女生的比例还挺高的。我觉得其实这跟女生的一些生来就有的一个天赋点有关系吧。像女生会有更强的跟别人共情的能力，因为女生一般心思会比较细腻嘛，所以在做一些什么 user empathy 啊或者 research 这些工作的时候呢，其实挺能体会到用户的一些 pain points 的。第二个呢，包括女生对于细节的一些追求。但其实不管男生女生，大家都会有这个 characteristic。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因为这个就是 detail driven 啊，或者是什么的，这些其实是 designer 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然后我觉得其实女生呢更有这个天赋点在里面。当然，我说的这些没有任何白眼现场男生的意思。然后第三个可能就是说，女生会更喜欢追求一些 visual 上的东西，比如说什么。对于漂亮的东西呀、好看的 layout、好看的 design 呀什么的，我们就会天然的会想要 push 这些东西。之前我在 startup 的时候，我们那个公司基本上90%都是男生，然后所有的女生都在 design team 里面。那我觉得其实就是很明显，就比如说在一些
planning 会上的时候，就是大家有 designer 有 engineer 也有 PM 的时候，大家考虑问题的出发的角度其实是还蛮不一样的。因为我会发现从 PM 和 engineer 角度，他们考虑东西更量化，就是他们会考虑说这个东西可以 drive metrics 多少，然后这个东西的 feasibility 什么样，这个东西会 take 多少 effort， 就这样。但是女生像我们 design team， 因为 design team 全是女生，考虑的事情呢就会更从说这个是不是 user 更喜欢的设计，就这个产品或者这个 flow user 会不会接受，他们能不能 follow， 就是我感觉就是一个从 quantitative 角度在考虑，一个是更从 qualitative 角度去考虑。其实在一个产品的迭代中，一个 balance 的 team， 我不是说男生就一定是 quantitative， 女生一定是 qualitative， 但说这样一个 balance 就有人会从不同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我觉得这个还挺重要的。因为我们不想做出来一个就是可以 drive metrics 很高但没有人去用的东西，我们也不想做一个非常 fancy 但是没有任何 business 价值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种 combination 是挺好的。也发现说女生在对于某一些特定产品会有些天赋吧，就比如说在 healthcare 啊，或者是 e-commerce 啊这种 particular domain 的话，我发现其实女生做领导的还蛮多的。我大概总结了，就是说对于女性在 particular tech 或者硅谷这个环境下面，我觉得有这么就是大概会有这么一些比较特别的 value。我觉得我经历了很多女性领导人，就是我觉得女性领导人的最好的一个好处，就大家开玩笑说找老板最好是找有娃的中年女性，是为什么呢？因为她是过来人，就她知道说作为一个职场妈妈，作为一个有娃的职场妈妈，就是兼顾工作和家庭是多么的困难，他们就更能够理解你。特别是像我们这种刚刚当妈妈不久的职场人，然后他们会更体恤你。比如说我之前在 Roku 的大老板，他其实会particularly 告诉大家说，你们一定要 set 一个明确的 boundary between your work and life。他会不希望大家在比如说6点或者7点以后给同事们发消息或者发 email。他说你可以工作，就是我不能控制你不工作，但是你不要去 bother 别人，因为在下班之后那就是大家的 personal time。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是很好的一点，就是我觉得其实这也是对职场妈妈比较有用的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明确一下，比如说我早上8点到，尽量把活儿都在8点到5点之间干完，那之后我就把我所有的时间用来陪伴我的家人，陪伴我的小孩，因为我觉得两个事情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在女性的领导人中间呢，其实我看到了兼顾职场和兼顾妈妈的可能性，并不是说你当了妈妈之后你就不能要你的工作了，或者是你需要 deprioritize 你的工作。那即便你当了妈妈，你之后还是可以做成 director、VP 或者甚至更高的高管，那都是有可能的。就是我最开始说的，可能你需要 compromise 一点，就是你可能你的 career path 可能会 delay，但是它并不代表不会发生。只是说你需要花时间去。感谢 Jessie 的分享，这一块我也可以稍微分享一下，也是非常的有共鸣。在我拿到这份 offer 的时候，孩子就很小嘛，就6、7个月大。当时其实我会有一些紧张吧，你会担心，因为孩子很小，会经常去医院，可能就只是例行检查而已。我记得很深刻的一个 moment，就是我的老板跟我说，我只是跟他单纯说，哦，明天可能我儿子要去一下医院，他就说你应该永远把家人放在第一位。而且是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跟他也就刚 onboarding 的时候，他就跟我这么讲，哦，我就当时觉得很感激。然后另外我觉得特别好的是，如果你的老板跟你讲了这样的话，大概率你们组的这个可能 work-life balance 来讲，一般情况是不会差的。这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信号。如果大家有遇到这种情况，或者你在面试的话呢，也可以去问一下这类的问题，去感受一下这个人他对于生活、工作、家庭这些怎么去摆这个位置，他是怎么看？我觉得这个是挺重要的。那就补充一点，甜甜说的，就是说，面试的时候确实，因为我去年也经历了面试的这个阶段，就是我觉得有一些，比如最后跟 hiring manager 聊啊，其实你可以稍微问一下他们组的，你不用问的那么明显，说你们 work-life balance 怎样，那人家肯定会觉得你就是不想来上班，想摸鱼的。但是比如说，你可以问问你们有没有跨时区的沟通啊，因为如果比如说他们有跟 Asian 那边的
team 的沟通的话，它可能意味着你可能晚上需要开会，或者是一大早需要起来开会。这种 schedule 对于妈妈就不是特别友好。比如像我们小孩上 daycare 之前，早上和晚上都是最忙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些技巧可以让你知道说这个 team 的大概的 work-life balance 怎么样的。那其实有一些 team 它可能 work-life balance 很好，但它就是会有跨时区的会，那这就需要你自己去 decide， 就是说比如说你跟你老公可以分工一下，比如说白天都你来管小孩，但是晚上的时候因为你要上班，那可能需要老公带小孩。好，感谢补充。咱们 chat 里有一个问题，也是我很想了解的。熙冉问你们有请 nanny 吗？去 daycare 之前是一边在家办公一边带娃吗？怎么兼顾呢？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甜甜，你想先说吗？还是我先说？你可以先，我比较想听你的。其实这讲了一个比较 detail 的东西，就是说你在 planning 和 priority 你的 goal 的时候，其实你需要考虑到这个，就是说，因为我在妈妈群里面见过各种各样的妈妈，其实有很大一点就是说，你其实是有很多 resources 的，比如说很多很多新手爸妈会让自己的姥姥姥爷或者爷爷奶奶过来帮自己带娃，这个非常的常见，特别是后疫情时代，就是交通没有那么不方便。那我觉得这个是你可以考虑的，因为我们在小孩送 daycare 之前，其实都是爷爷奶奶和姥姥在带，就是姥姥来半年，然后爷爷奶奶来半年这样，非常有帮助。我觉得，因为特别小孩小的时候，我觉得交给自己家人带比交给 nanny 带我会更放心一点。然后第二个呢，你在面试公司的时候，你可以了解一下他们是不是 remote friendly 的。因为很多公司呢，有的公司是 fully remote， 像比如说这个表上的公司啊，但是有的公司呢，它虽然是 hybrid， 但是它会给一些新手爸妈一些福利，就比如说你可以在家里 remote 到小孩半岁、1岁这样。其实很多公司对于职场妈妈还是会有很多优惠政策，这都是就是我们需要自己去做的 research。那我之前的公司呢是因为当时毕竟在疫情，所以我是 fully 在家 remote 工作，也可以一边在家里，其实本来也是爷爷奶奶在带，但是我可能就帮个忙什么偶尔的。然后nanny 的话呢，就是我们有请过，就是我个人是觉得 nanny 带小孩没有我们自己家人带的好，所以我是不太愿意让 nanny 带的。而且毕竟我们家有2个小孩，就很少有 nanny 能带2个小孩。但是我们现在呢，就是会有一个做饭的阿姨过来，每周来2-3天帮我们做饭。她其实一般可以做2天的饭，可以解决我们做饭的问题。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prioritization。其实，在生娃之前，我自己特别喜欢做饭但是生完娃之后，我1顿饭都没有做过，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在我的生活中，我觉得 first priority 是我的小孩，second priority 是我的工作。那可能像这种什么家务事呀、做饭呀什么的，我觉得就可以 deprioritize，因为这些东西其实很好找人过来帮忙的。就比如说我们家现在做饭是阿姨过来做，然后如果阿姨不来，我们可以点团餐、点外卖，周末的时候可以跟朋友出去吃饭。我们家打扫卫生是有墨西哥阿姨每2周来一次，就是感觉就这种 house chores 可以完全交给别人做，自己 focus 在你觉得自己最重要的事情就行。好，感谢 Jessie，我也来简单分享一下。我们家是到目前都没有请过阿姨，当然也是跟疫情有直接关系，因为孩子的出生是21年初，所以整个21年几乎就不太会考虑，所以一直就没有。然后我们俩带到快1岁，我妈妈有来了，就是你们知道旅游签不是可以延期嘛，然后延了1次，所以我妈妈相当于1岁快到2岁是差不多，她有帮忙，因为我那会儿也入职了。然后不到2岁，快2岁就 daycare，现在是一个很轻松的轨道，就是我们的情况。好，我们下一个问题我来读一下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想了解妈妈们下班后的生活，是不是就是下班回家了就得一直看孩子，对吧？然后万一遇到了加班怎么办？OK，我们先回答第一个吧。Jessie，你怎么看这个？我觉得，就是下班之后，你不能说看孩子，但确实就是说，你安排你下班之后的工作的话呢，特别是像这个年龄段的小孩的话，可能比如从2岁到他上小学什么之前的话，你可能需要安排一些 kids friendly 的活动，就比如像甜甜说的，你们可以去公园里面锻炼。那我现在呢，
我的 exercise 基本上就是我小孩去公园去玩滑梯的时候，我就在操场跑2圈。就是你可以把一些你本来自己的 routine 和小孩的一些 activity 结合在一起。其实我觉得这也蛮有意思的。有的时候，比如我们会在家里跟小孩一起玩拼图啊，或者是玩一些小游戏啊什么的，因为可能大家会觉得说看娃这个事情很无聊，但实际上等你真正有了小孩之后，你觉得爱他都爱不够，就是你还恨不得每天都看着他，跟他在一起那种感觉。就是我完全没有觉得这个事情，会让我觉得很 boring 啊，或者是觉得说我的生活被影响什么。相反，就是说我觉得我自己是很 enjoy 这个事情的。我也很高兴我的 partner 跟我一样都很 enjoy 跟小孩在一起的这个过程，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小孩肯定越来越大就会越来越 independent 嘛。有可能就不会跟你玩了，特别是我们家2个小孩，他们以后可能就自己玩，也不会跟爸妈玩了。所以现在其实这段时间是很宝贵的。加班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挺正常的，因为我老公他在 Meta，他天天加班，有的时候我也加班，就是我为什么会跟我老公每天头天晚上会 sync 一下一个 to do list，就是我会告诉他说，我第二天晚上有活动，我要加班，你可能得带下娃，然后他可能就第二天白天的时候多工作一下，把自己的活儿都加紧干一干，下班之后他就会有时间去看娃。这个东西就完全就是一个 teamwork，就是谁有空谁带，就这样的感觉。对，其他倒没有什么，因为其实带小孩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小孩1岁、小孩2岁和3岁肯定都是不一样的，那每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 strategy，所以说就是说跟 partner 一起的一个 communication 和共同的 planning，是非常重要的。对，我觉得 Jessie 你这个就是 think 这个方法特别好。我之前其实想法一直觉得婚姻就是婚姻，工作就是工作，事业就是事业。但现在我结婚这么多年之后，我越来越觉得你似乎应该用公司的方法来管理婚姻，然后你把你的事业看成你的 partner，这种感觉好像会更容易的走下去，这样。因为你看你的 partner，你再爱他再怎么样，你还是要更像是一个 teamwork 的感觉，你就是要用对公司的管理方法去。有的时候可对能工作疲劳了，到瓶颈期了，你只能是像 partner 一样去爱这个工作，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对。相辅相成的。我们家的 daycare 是不会提供饭和零食的，所以我跟我 partner 是细致到早上是吃什么饭，中午吃什么饭，晚上吃什么饭都会写在白板上面。我们早上起来的话，比如我 partner 先起床，然后他去看一下白板说，哦，今天要煮粥，他就会先去把粥煮上。就这种比较花时间的，或者要什么蒸鸡蛋、蒸玉米什么，他就会先去做。做完之后，他就去洗脸刷牙。然后我起来带小孩换衣服洗漱，这个时候我 partner 基本上就出来了，就送小孩去上学，然后我再去洗脸刷牙。就是我感觉我们家现在是军事化管理，基本上就是大家按照一个流水线式的这样的工作，基本上所有东西都 refer to 白板，就是说你要做什么事情，你要看什么 to do，然后 reminder 全部都写在白板上面。包括我们现在在看 preschool，我们全部是 send Google Calendar invites，就是提醒一下你把自己的 calendar block 一下，就是你这个时候不要安排会了，我们要去看 preschool 了，就这样。我觉得这点确实，我觉得我们很应该也试一下这样。然后我回答第一个问题啊，我觉得我跟 Jessie 主要区别就是我可能是没有那么忙的版本，因为我至少我是不用加班的。就比如说此时此刻现在就下班时间，然后我在做这个活动，然后我儿子自己在玩，然后我老公在打游戏。就是想讲一个点，就是如果你咱们刚刚聊了养狗狗，可能狗狗是长不大的，它的智商来讲，你可能是长期需要陪伴，但孩子我觉得他是有一个过渡曲线的。我觉得我此刻可能就是3岁多嘛，3岁半就是一个相对轻松的。OK，然后我快速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孩子放学早啊，我目前没有遇到，Jessie 可能也没有遇到吧，因为像现在小孩的话，2、3岁这种 daycare，他还是像我们是6点才放学。所以我会有非常充裕的时间。我就经常说，我儿子全职上学，他上学时间是比我长的，就是从早上8点半到6点这样子。OK，Jessie，对，你可以分享一下吗？你孩子就是放学啊这一块。其实跟前天的差不多，就是基本上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然后我们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如果 daycare 能包个晚饭就更好了。但是 unfortunately daycare 只有早饭和午饭。
就是说，我是知道很多私校是3点钟放学，但是其实因为我们最近在 tour preschool 嘛，就其实很多学校他们是有 after，你可以选 extended care 或者是有兴趣班什么的。我觉得其实很多像 Stratford 这种学校，他们就有 onsite 的这种兴趣班，你都不用去接娃。你要是真的想麻烦一下自己呢，你可能给他报一个别的地方的兴趣班，你2点钟去接个娃，然后你再回家就找旁边找个地儿继续接着上班也行。就是说这个我觉得都是有解决办法的，可能就需要你跟你 partner 商量一下，你们现在哪个比较 feasible 一点。对，那我看到刚刚丹蕊问的一个问题，也是我特别想问的，就是请问一下两位妈妈是什么时候决定要小孩的？尤其是现在整个就业市场比较动荡的时候，感觉担忧会比较多。我觉得我也是，这也是我考虑的问题，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小孩嘛。我是比较喜欢小孩的，我也比较想要小孩，但是现实就是我现在没有一个paid 的 full time job。所以我也想问甜甜和 Jessie，你觉得现在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抉择呢？如果是你们的话。Jessie，你可以休息一会儿，我来回答一下。我之前也遇到，其实我当时那个处境跟 Mia 现在挺像的，因为我那儿想转行啊之类的，又做 freelancer，然后就有挺多选择的。我真的问过我婆婆，因为婆婆也蛮聊得来的嘛，然后就说应该怎么决定。我这个事情时间已经倒回到现在，如果我要给一个年轻的女性，就可能你在25到30之间，这种处于可能要孩子高峰期啊，或者是35以前之类的，我会觉得你跳槽找工作跟你要孩子备孕还不太一样，因为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你想要孩子，不代表，比如说现在9月了，不代表你今年一定会怀孕。这个事儿其实不太能控制，当然有很多人，就我自己也经历过，就是蛮幸运，很快怀孕了。但是你一定要把那个你长时间怀不上、没有怀孕的那个时间算进去，因为身边有太多的女性，她就是20多一点，然后她可能就是没有怀孕，你知道不？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它不是你那么能可控的。虽然现在科技发达了，所以这个因素建议大家是可以考虑进去的。OK，然后一会儿 Jessie 再详细答，然后回答一下下一个相关的问题啊，就是说在带孩子情况下如何制定求职策略，然后克服困难。因为我是刚才就是经历，因为我当时孩子产后2、3个月开始制定的我的个人的这个跳槽，我就是 ASAP，最好就是赶紧上岸的这种。然后比较幸运就是这个时长大概是3到4个月的时间。那我当时的情况又不得不说就是另一半，我当时基本就是这样的。我周末全天就都是我在学习和准备的时间，相当于就可以完全放手。当然，这个角色你可以交给你的另一半、你的长辈、你的 nanny，这个你们就可以自己去规划。我可能是只有我当另一半，他白天上班的时间是我带孩子的时间，他下班的时间也就是他要去带孩子，然后我要继续学习的时间。当时是这样去规划的。然后我当时的微信群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就想大家互相打卡呀，能监督这样来的。所以，我觉得是还是分工吧。回到这个，OK，Jessie，你可以回答一下这2个问题。我特别佩服甜甜的，就是我觉得甜甜管理时间真的好厉害。我自己呢就比较随意了，就是我先看第一个问题，就是决定要小孩，那就是疫情期间我有2只猫，然后养猫养到比较无聊的时候，因为我其实从2020年。我最早其实从很早2016年我就开始做 software engineer，其实我在这边已经混了很长时间了。然后我可能就是当时疫情期间，大家觉得说，好像已经到了一个阶段，就是2个人面面相觑，好像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干的时候，就说啊，那要不要个小孩吧？其实我跟甜甜不一样，是我已经是全职工作了，就我一直有工作的，我第一份工作其实很闲。所以才有这个决定要小孩。那其实我个人的备孕经验是，我们也是要了好久才要上小孩的，一直要到我换工作了之后，我才真正怀孕上。所以就像甜甜说的，其实有的时候这个从备孕到你真正怀上小孩，这个时间可能会拉得很长。所以你 plan 的时候可能需要考虑到这一点啊。我自己倒没有什么特别，就说你该什么猜谜药，但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告诉我说。要小孩最好是在你升职之后，
就开个玩笑，就是说，比如说你在生殖之前，你肯定会特别卷，然后那时候你特别累，你其实不适合怀孕的。但你生完殖之后，你可能会躺平一段时间，特别是比如说你 senior 升到 principal 啊，或者什么升到 senior，那你之后可能会躺平1-2年的时间。那这个时间可能就是比较适合你要小孩的时间。但just joking，就是说，我觉得其实，要小孩的时间点呢，更多的还是看你和你 partner，你们两个之间都 ready 了之后再要小孩比较好。然后在带孩子的情况下制定求职策略，就是因为我去年找工作的时候，我小孩已经在 daycare，所以我白天的时间我都可以用来准备我的 portfolio 啊，准备我的 case study 这些。我觉得其实倒还行。我有面试的话，我面试的时候正好是感恩节、圣诞节，那有可能就是我需要在这个时间面试，但小孩放假，那我可能就会让我的 partner 带一下小孩。这样，其实上面有一个爸爸带娃够不够细心，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毕竟是有血缘关系的。老公带娃，其实他可能平时是个很粗心的人，但是到带娃的时候，其实你要相信他肯定不会对娃做什么不好的事情。父母之间或者夫妻之间的 trust，我觉得还是得有的，就是你得相信你老公有带娃的能力。因为有的时候你要真不放心的话，就是自己就会特别累。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因为就是怎么着，他不可能把娃又怎么样，他最多就是不细心的话磕了呀、碰了呀，那这种都很正常的。我也再回答一下那个丹蕊的问题，就是虽然他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但是我有自己给自己就是一个答案。我觉得无论就业市场如何变化，无论你自己的职位如何变化，你最重要的还是要跟自己的 partner 商量好。假如说他是一个特别稳定的工作，他 income 很好。如果他同意的话，他来 support 整个家庭的支出。那无论你是有工作也好，还是没工作也好，其实对要孩子都是影响不大的。那如果你的 partner 收入不太稳定，就像我老公他现在创业，他的收入不太稳定，我现在也没有一个很 stable 的 income，我觉得我们俩的答案就是暂时不能要小孩。所以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很 depends on，就是你自己的 partner 和那个 situation。不用过于的去听任何人的意见，还是要跟自己的 partner 商量好，自己想好再去做决定。嗯我嗯看下一个问题是接楼上的问题。我老公现在可能比较理想化，想自己带，不用爸妈给带。但是我感觉两个人自己带加上班的话，不管是时间和体力应该都不够。请问妈妈们如何建议？是需要一个保姆给偶尔做饭啥的吗？我先说一下，我觉得确实好像是不是大家老公都这样，我也不知道。反正我老公也好理想化，他就觉得好像两个人没有问题。但是我一直跟他坚决的说，no，这个带孩子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有另一个人，甚至是另两个人来帮忙。那我自己个人的家庭情况就是两边父母都帮不上忙，所以我就觉得一定要请保姆，无论是做饭的保姆也好，还是带娃的保姆也好。那 Jessie 和甜甜不知道你们俩已经有经验了是怎样？我这个我已经简单的回复过了。我觉得就是你其实现在是很好的时间来考察一下他的特质，也就是说他适不适合带孩子。这个点我觉得是可以看到。就我刚刚说，细心和勤快。如果你的家里目前2个成年人的家务，他分担的就很好，那我可以说他带孩子一定程度来讲是相对可以打一些保票的啊。这个是一个特质，你可以去考察的，你们也可以去聊。这个我想问 Jessie 啊，这个问题相关的一个引申问题。说到不用爸妈带这个，我老公的想法是一样的。因为是这样，妈妈有来过，大家肯定也知道，因为尤其我们留学生出来很多年，然后你出来，你独立性很强，你的自我意识很强，你有很多想法，你跟父母在一起住，一定有 compromise，一定有，不一定是什么，可能是妈妈更爱干净，爸爸更唠叨，you know，就 whatever，就是一定有的。所以我们的想法就是我们要多花钱，然后不要让父母来带，父母来就是玩为主，绝对不会以让他们带孩子为主。这样我觉得我们大家都会很快乐。OK，然后这个我想问 Jessie，当你可以回答他问题的基础上啊，你是怎么看这块？我听起来觉得你们好像都处理的都蛮好的。我觉得这个是首先呢，需要问自己父母的意见，可能需要先问一下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他们愿不愿意帮你带娃。
我的立场是我首先尊重他们的意见，就他们想来带，或者他们有很强的意愿来带，那我觉得就你们过来帮我们带。但是如果他们就觉得说，我就是过来帮帮忙，就是可能看看小孩，每年来个1-2个月，那我可能就会选择去请 nanny 请保姆，或者是早点送 daycare。我觉得我不想让任何人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就 fortunately 我们家的爷爷奶奶包括姥姥都很想带娃，就是都很想跟小孩子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比较幸运的一点。然后第二呢，毕竟像甜甜说的，我们很早就出来留学了，那确实跟自己的父母在生活上确实会有一些分歧。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就是说，你老公需要处理好他们那边的关系，那你需要处理好你们这边的关系。比如说像你老公也没有跟你的爸妈在一起生活过时间，其实大家都需要有一个磨合的过程，特别是如果家里有小孩的话，那其实基本上就是鸡飞狗跳的时候，大家会需要一点时间去调和自己家里的关系。但是如果能把道理讲清楚的话，大家应该是可以相处的。我们家有一些这些要求，你可能也需要 compromise 一下自己父母的一些东西，因为毕竟他们是免费过来帮你带小孩，你请 nanny 是需要钱的，而且 nanny 也需要磨合。而且他们不会像 nanny 一样觉得是拿钱给你带小孩，他们是真心真意想帮你带小孩。所以我觉得你只要明白这一点，很多事情你就会觉得说这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毕竟就是小孩小的时间也就这么长的时间，可能我们需要父母帮忙也就这么几年，那之后小孩大了，可能就大家也不会那么需要带父母来帮忙，那可能之后就是爷爷奶奶或者姥姥也过来看看小孩或者之类的，也肯定也会有摩擦。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看你和你老公，因为你们两个才是最重要的人物去调和这个家庭的关系的。是的，我觉得就是一个家庭没有孩子之前2个人，有了孩子之后3个人、4个人，肯定是要跟自己的小团队来商量。涉及到外援的时候，就是你们俩先商量好，然后再去跟外援商量。像我们家，我们其实比如说遇到有conflict 的时候，我会和我老公先商量，就我不会正面跟老人冲突。所以我觉得跟 partner 沟通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两个先商量，我们两个保证我们是在一条战线上的，然后我们再比如说是他父母的问题，就由我老公出面去说；如果是我妈妈的问题，就由我去说，尽量不要跟自己的公公婆婆有正面冲突啊之类的。就是我觉得 so far 我们家关系还 manage 挺好的，我也挺喜欢他们过来帮我们忙的。然后我觉得大家也比较 enjoy 现在的这个状态。我看到 Ashley 说老公上班忙得要命呀，我觉得这个是你一定要考虑的一点，就是说如果你老公他就算很想带娃，但是他很忙，你一定要跟他说好，就是说你这么忙，你有没有时间带娃？你没有时间带娃，那我们需要 plan 一个 plan B 或者 plan C 之类的。对，我想说就是时间很重要，因为你带的再好，你不能来这儿带，那就是相当于没有嘛，对吧？就这个 effort 就没有到位。我想就是接着 Jessie 刚刚讲，我觉得就是父母很重要，因为你们就大家随便刷小红书，各种来美国带娃吐槽，就看吧，就是让你能看一晚上都翻不完的那种。我就想说，父母很开明，然后他们是知道，虽然你们是晚辈，但你们是这个家里的所谓的主人。我们不管是来帮忙来住，我们其实是客人，他们会把这个位置摆好，也很开明，愿意跟你们沟通，这是一个我觉得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前提。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子立马，他问的说，在找工作或者面试过程中，要不要提到自己是新手妈妈？这个其实我也挺好奇，就是要主动说，或者是被问到了要怎么说？我可以先说一下，因为我在面试 Roku 的时候，我刚怀孕，我没有说这个事情。我当时是思考了很久要不要说。我其实是在接到了口头 offer 之后才发现自己怀孕的。我后来没有决定说，首先是不是就是孕早期前3个月是那种比较不稳定的阶段嘛，就是我不太想让大家有一个 expectation，然后最后万一出了什么状况，我有问过学姐啊，或者是一些以前的老板，这些在职场中当妈妈的人，他们建议我呢，就是说，就是你不一定非要让他觉得说有一个这样的 bias，就是说我是新手妈妈，so 有的公司可能会有一些 bias，好的坏的有可能都有。我希望是公司给我 offer 是按照我能力来的，
并不是因为我是不是妈妈这个来的，所以我当时就没有提这个事情。但是有一点，我觉得你需要了解的，如果你是像我这样情况，你怀孕的时候你接到一个 offer，那你可能需要去 research 一下这个公司的产假 policy 是什么的，因为我知道有些公司的产假需要工作1年以后。所以这个可能是你需要去做点功课的。其他的我倒没觉得说你一定非要去说这个事情。这点我很同意。我当时的经历就是我已经面到最后了，我也是比较确定我会拿到 offer 的时候，跟我老板相于最后一个很 personal 的闲聊。我老板他是个美国白人，他甚至都不知道很多国际的留学生需要 sponsorship，因为我想主要是跟他说这个事儿，我说我不需要任何的 sponsorship。他问我那是什么，然后就跟他解释，解释的过程中也有提到有孩子，就也是这样，就一句话回答，就是我觉得不太需要在面试的早期去讲，因为就很有可能你跟这个 offer 也没有太大关系嘛，就不太有必要。就是我觉得公司的话，就是他们不应该是因为你是不是一个妈妈或者你有没有怀孕来决定要不要给你发这个 offer，就这个是一个 bias 或者 discrimination。因为我们活动的时间有限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的屏幕上是 JC 为我们找到的一些很有用的资料，就比如说哪些公司的产假比较多啊，哪些公司是 fully remote。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资源的话，可以截一下屏。